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活泼带劲儿的大叔中文。对，今天为什么这么活泼？因为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到了，我们是崭新的大叔了，不是去年的那个大叔了，我们重生了，对不对？重生了，那新的一年去年做一些总结吧。区别，对啊，就是去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然后也有听说有些新的流行语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不要再讲年底的时候一直发一些就是年度总结的关键词啊，年度啊这个那个的，所以对，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对不对啊？对，因为有一些俩人这么犹豫呢，像那个对什么凡尔赛啊、内卷啊、那个躺平啊，都比较老了，都已经是大前年的东西了。今年我们要聊一些新的词儿。对，可能大家没有听过，所以我觉得2025年啊，2024年的一些年度流行网络用语啊，介绍给大家啊。那大叔都有年纪了，有些我们自己也不是很熟悉了啊，不过还是介绍一下啊。好，那不过在介绍之前呢，其实台湾去年我们每年都会公布一个代表字，台湾2024年的代表字，这几年台湾的代表字都不太好，不是词，就一个字吗？就是一个字哦，一个字而已哦。2024年的代表字是贪心的贪。哦，为什么呢？但是谁会发布这个代表字啊？是老百姓自己总结吗？这个就是会有网络会去统计然后会提供一些字让大家去选择啊，投票的吗？大家投票的，投票，对，网络投票，然后大家选出的是都投贪是吗？为什么贪最高票？最高票，那是政府有什么很会贪很会，大家都很贪心，对，然后就是钱也贪，什么也贪，工程也贪，所以我们的今年2024年的代表字是贪，这几年的字都不太好，因为经济也不好嘛。所以呢，我们这个要聊的并不是这种代表字，我们要聊的是一些有趣的2024年的网络词汇、热词。好，对，从蔡叔开始。先来。你刚刚给我 wink 了一下，干什么？干嘛？有什么目的？因为我觉得你的是挺流行的啊，你的词儿。你怎么知道我是哪个词？我们没有互相通过气啊，真是。对呀，我们都没有打过招呼啊，怎么会知道？好的，梦里梦到的，梦里梦到。好的，你就看印证一下是不是你梦里那个词对，然后来灿叔来一下。我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我知道非常非常的火，但是呢，我又不是特别理解它为什么这么火，就是这个很奇怪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词语。叫city 不 city 啊，你们听过吗？对，这个网上有好多网红，就我原来不知道，但是因为所有的那个搞笑的版主啊，或者是这个主播呀，他们都会发这个 city 不 city 的视频，我就找到原版了，好像是一个叫宝宝熊的一个网红，对，宝宝熊，好像是英国人吧？是他和他妹妹两个人就是。city 啊，拿着奶茶还是咖啡，是不是？走在上海的街上，然后说妹妹喝奶茶 city 不 city， 然后他们俩就很夸张的表情 city 啊，对，不还会那样不是吗？对，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视频是在 Instagram， 我真的很想砸电脑，然后。我很想把它赶快带过去，可是又感觉忍不住被它硬控了，被它就一直看了好几次，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这个会流行啊？不过它真的就流行了，我也有点搞不懂，就是你也不晓得 city 不 city 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念起来就很老口，然后就好像挺有意思的，就很 fashion， 很有那个都市感，就是很潮的一件事。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比如喝星巴克的咖啡啊，或者是干嘛呀？就可能你做一个事情很流行、很时尚，你就会问是不是感觉有洋气的意思呢？city 不 city， 就是对洋气或者很流行，然后就是很受欢迎那种。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就是怎么说呢，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吧。中国人希望外国人觉得中国好，
这是有这么一个心理，就觉得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被认可了，对吧？被认可了，就觉得city 它就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很洋气的感觉，不是说感觉你这个地方像农村一样比较土的感觉。所以中国感觉在中国人心里会觉得我们已经和国际接轨了，我们已经达到那个层次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肯定是有一些这个整个社会的背景达到那个状态下，感觉和民众整个心理有一个呼应所以突然之间这个所以这个宝贝熊会火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民族心在作祟嘛，肯定是有这样的感觉。我是还有最近外交政策有一些变化吧，就是希望更多，现在好像就是基础设施大城市做的比较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外国友人，然后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然后能回来。是的，回到中国，然后在这边旅游。好像蔡叔是不是最近刚刚有一个新的政策吗？对，政策关于签证的，就是之前不是有个过境免签是几天来着？5天是吗？还是144个小时？对，6天吧。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数学不好。对，就是国际移民管理局就12月17日宣布从12月17日开始，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从原来72小时。以及144个小时延长为240小时，就是10天，整整10天。对，就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列表吧？对，对，你俩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可能也就是需要更多的促进一下这个旅游吧。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政策肯定目的是就是它有2个方面的目的。就像你说，首先是这个经济上的目的，因为我记得年前还是暑假的时候和我爸聊天的时候，他和我说，他有些朋友在深圳那边嘛，就是开旅馆呀什么的，之前投资开了一个叫什么亚朵的，投资了。之前在疫情之前，本来那个地方主要是针对是外国人的，外国的这个到那边去什么开展会啊，来就是进货呀什么的，外国人很多，然后呢生意还挺好的。疫情来了之后，就是外国人逃了一大片，基本上就是感觉有各种原因嘛，经济上的原因等等所以外国人流失了很多，外国人流失资金的话肯定流失了嘛，所以这对整体经济而言不是很好。所以一方面他肯定希望这些通过这些比较像说有免签政策，让大家更放心的来到中国做生意啊、投资呀等等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更多是一种文化输出，因为中国现在旅游的话，我们特别是刷短视频的话，会发现很多城市它的这些优美的风景，或者特别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重庆，大家把它就是拍出来特别那种现代感、赛博城市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本来那个重庆最近网上变特别火，因为重庆那个城市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到夜晚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错落有致的那个感觉。所以城市建在山上面的这样感觉，高高低低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它的那个类似于轻轨的东西，是穿过那个居民房子的嘛，很多人专门去打卡那个地方。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好像像那个《千与千寻》的那个场景的复制。有那个地方叫什么来？我突然忘了。对，在江边的嘛。洪崖洞，对，洪崖洞，对。很多人都去打卡，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文化输出的原因。大家会觉得，中国还原来这么好，所以他希望越来越多人来到中国。首先，之前很多人对中国有一个固有的这个偏见，觉得中国是比较落后一些的，也比较的土一点的，一点都不 city，对吧？现在你来了之后就是有这么一个观感，发现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发现原来中国其实很多方面都已经很现代化了，甚至比你想象的超过你的预期。所以就是我记得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网红像 YouTube 啊，很多上面的这些 YouTuber 都扎堆来中国，然后他们的感受就是发现和自己想象都不一样。很多的这个英美国家的那些 YouTuber，他们以前以为中国是那个样子，来了之后是另外一个状态。特别这个视频出去，我感觉都能火，那一段时间好像都能火，所以就因为这个视频能火，又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中国，继续拍更多视频，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嘛。所以中国政府肯定也抓住这一点既然你们给我们有这么好一个宣传，我们还不需要给你们钱很多有一些讨厌中国这些人就说，你们这些人肯定是收了中国政府的钱了，
给中国政府做宣传啊 ，propaganda 之类的什么玩意儿，对吧？对。所以但是其实也没有给钱，就是觉得真实记录一下。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台湾的这个网红叫钟明轩，到大陆来之后，也就拍了一些见闻而已，然后回去被那个绿党的攻击，被骂，就说你收了中国的钱，故意帮中国宣传，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怎么样，他被骂得很惨。对，但是他没有，那就不如，对啊，就我们把国门打开，反正就是你对，让他自己亲眼看呗，亲眼看呗。对，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词语，反正对我而言，我觉得能火，肯定是和这个整个的社会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和大家民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的。对，契合的，对，刚好契合。而且我觉得跟中国人一种心理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蛮渴望被国际认同的。对，面子要面子，对，要面子之外，我们希望大家来中国实际看到中国人的样貌跟进步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外国人来到中国，然后拍视频，然后其实他是认同这个土地，然后认同这个文化，然后他发现特别是中国人的这个网民会特别支持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说 city 不 city 有什么了不起的词语，但是它就是红了，后面有很多网友在做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带动一定的这个网络热潮，让很多外国人不管是你像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外国网红，他其实他们做的，他们很快就红了，他们就是介绍这个台湾这个城市的文化，吃它这个水果，吃一吃很好吃，哪里买不到，就是你就会就是台湾的人就会得到很强烈的认同感，我就是支持你，虽然你这个感觉这个视频就是也没什么质量，也没有这么特点，就是吃东西而已。我觉得这个 city 不 city 也其实一定程度的展现出我们其实会去支持这种很认同我们的人。对，然后可以创造出很多这种外国网红，我觉得会有。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心理吧，就是中国人以前中国比较穷嘛，你想想看，一个人以前家里比较穷的话，突然之间赚钱了，日子过好了，家里装修的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请之前的这些邻居啊，你看我现在家里这个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看我生活过得比较好了，对不对？面子，对，面子这种感觉。对。所以这个其实 city 不 city 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网络流行语其实它也凸显了政府的政策，还有这个中国人到底要说自卑呢，还是渴望认同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都有吧，挺复杂的，其实都有，就是说其实也反映出一定的民族特色在里面。我觉得这个词语大家不要觉得只是一个词语，我觉得反映出但说起来也好玩，好 city 啊，对，也很朗朗上口，挺可爱的感觉，对，朗朗上口他们的动作也挺可爱的啦。对，对不对？我们三位大叔也可以搞一个，对不对？大叔不大叔啊？我们这个背景非常的不 city， 然后流量只有100多而已。好 ，OK， 第一个网络用语 city 不 city 好，那变叔来一个。好，这个词儿真的，我觉得今年我就是确实很火，我听好多的人都在说这个词儿，它叫做班味或者班味儿啊，北方人会说班味儿啊，那个味儿就是那个味道，闻的那个味道。班是上班的班啊，我觉得我就是班味儿这个词儿的最佳代表，典型代表。不过Ben叔，你先解释一下班味儿的意思。好的啊，那就是一个人散发着一种就是工作狂的或者上班的这种味道，比如说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就会表现出那种眼神疲惫，面容憔悴，然后有时候会不修边幅然后就是我就是感觉这个人一直是一个上班的工作的状态，一直坐在电脑前，然后最近我看有一个那个网上也有一个很红的梗图，就是那么可爱的一只 Hello Kitty 我看到在 Hello Kitty 坐在那个 CBD 就是中央商务区的那个写字楼里，很 city 的那个办公室里边，然后他的键盘正在着火，然后他周围的那个地方都在着火，然后这个 Hello Kitty 故作镇定，然后说，然后配文是我在干了，我已经正在做了，别催了。
很多中文老师都转发了这个，我看到了。我有看到那个哪个老师有转发，有，因为这个是大部分就是很多那个白领的工作状态，因为就是加班啊，办公室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然后跟我现在的处境一样，我现在就是觉得工作是做不完的，就感觉累积了好多好多东西。现在看变数很有散发着班味。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几集也聊到，就中国人爱工作嘛，愿意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也呈现出很大的班味儿，对不对？不只是我了，是整个我的团队都很有班味儿，因为我们是社区团队，社区团队就是知道的，社区永远在那儿，你一直有这个玩家呀，或者社区的用户在那儿等着你每周发布内容。我们每周是要有频率的发布很多很多内容，那你每发布的一个内容背后，就跟我们做播客一样，你可能要联系很多团队去做出来你这个 post 的这个帖子的图片的贴纸啊，图片的资产呢，然后你还要就是想一想文案呐，然后你做的这个 post 还需要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你打算做这个 post， 你是想要实现什么样的这个目标，然后你要把你的逻辑啊都要解释得很清楚，然后每周还要写报告，还要给大老板做演讲啊，就感觉没完没了的，就是感觉不加班的话就完成不了工作。对，所以现在在中国其实这种压力还是很大，对不对？工作压力还是很大。很大，就是我在中国，我的项目是有一个对接人的，然后他刚好他休假4天，那这4天的话，我不得不就是一直给他发信息，催他一些东西的更新，就明知道他已经在休假了，我还问了一下那个他们团队的领导说，哎，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在他休假期间负责他的事情？然后最后这个人回复我说，还是他。就虽然他就一边在九寨沟旅游，一边还要就是回复我的信息，上班的事情，对就我看他那么努力，我都不好意思，就是松懈，不敢偷懒。对 ，OK， 了解。所以班味是会传染的，对不对？对，是的，对，所以就是然后我这边放假，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哦。我说我们今年圣诞节关门都好多天不工作，那我觉得是一种伤害对他。对，因为他还要上班，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也确实这些所有的词汇都能反映一定的这个社会的心理和一个状态。对，就是所以就是有人会通过旅游啦，或者是跟朋友吃饭啦。跟家人聚餐啦，来洗掉自己的班味，对不对？把班味洗掉嘛，不然都是味道，都是加班的味道，对不对？可以洗掉班味，对不对？但真的没办法，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班味。你可能有老板的群，那个微信群，你可能要10保连，24个小时，可能老板随时在里边问你个问题。那老板的方面就是他的角度就是说就是一个很快的你一个回答，一个更新，占不了你多长时间。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员工现在正在跟家人聚会，跟朋友玩，然后就是你不能全心的投入到这个享受中。你看到老板的工作群突然有新的消息，你就会心头一紧，然后赶紧看要怎么回复老板的这个信息。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那你在西班牙也是这种状态吗？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其实就是还是对口会对到中国了，所以那个内卷的感觉就进来了，对不对？就回来了。对，我现在就是有的工作是你做着做着，你会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简单，越熟悉，在你的控制之下。那我的工作就是越做越觉得要负责的内容越来越多，然后每一个要负责的内容又是我不熟悉的、不擅长的领域。比如要做梗图啊，要做一些那个视频啊，但视频还要符合一些标准啊，那
就是跟我自己以前做的视频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我都得学啊，所以就是你变成是说你在哪儿不重要了，就是这是中国人，所以比如说跟你一样在西班牙的同事，他一样有面临到这些压力吗？还是其实这些工作是因为你就是中国人，你要去接受这些压力，自己会创造出这些。别的团队还挺正常的，但是社区团队是不一样的，就是马上要放假了，那你的游戏论坛如果没有版主，那你这个放假期间谁来帮助你处理你的事务？那你现在你找到版主了，那你就要培训。那你现在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但是你的版主是在美国，他们刚起床，那你就得加班，我整个团队都要加班去给他们做培训，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假的时候不用操心这些事儿。就包括我的领导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也跟我一起加班，就整个办公室里，我们团队一直在电脑前哒哒哒哒哒哒，别人可能有时间闲聊一下呀，或者是一起那个喝个咖啡，那我们团队是不可能的。Ben叔的班味很重，对超重，被班味给淹没了，已经闻到了有很重的班味，强烈刺激的班味。Ben叔嘛，Ben叔有班味嘛，还押韵这样好像生理上他们说这个班味也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好像就是一直加班，一直那个有压力的状态，真的那个汗腺呢，或者是身上会散发一种跟平常不一样的味道，它不是臭味，但是它是一种特别的味道。我相信会有。对，因为我们中文说相由心生嘛，你的心里有承受到压力，你的脸会呈现出那个状态，真的会有，这个我相信，对。看得出来啊，那越来越圆的脸，压力很大的脸，对不对？我真的就是感觉这过去几周都是在电脑前，好像没有极度压力下做别的，对，OK， 好，那我们来茶叔你来个吧，换一个吧，给人家一点希望，给大家一点希望，松弛感。听这个Ben叔讲，我心里就很沉重，对不对所以我来介绍2024年流行网络用语是最让我轻松的一个用语，就是松弛感。松弛感，我需要松弛感，快给我。对，就是松弛感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在面对压力或很繁重的工作底下，你还是呈现出一股轻松自在、若无其事的状态。这个就是一种松弛感。我觉得松弛感是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越紧张，有时候是越难解决你心里的烦闷越难排除。有时候你如果松弛一下，放松一下，有些问题可能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所以我蛮喜欢这个词汇的就是松弛感。我个人觉得我很有松弛感，就是你真的非常有松弛感。我就是做事都慢慢来，反正对，就是我不觉得很有压力。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喜欢把松弛感当作我人生哲学的一个人。我觉得茶叔我没有看到你紧张的那个状态，好像一直对我就是只有尿急的时候会紧张，其他都不会。对，就像包括我做志愿者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要面临一些比较紧张的状态。但是我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冷静的比较不会有起伏的那种个性。所以我们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有时候面临很紧张的状态，比如说突然要上台了，或突然时间不够了，或突然这个班级不可以做一些活动，我们要换一个班级。然后我身边的志愿者都急到不行，都快哭了，但是我还是很从容，我说没关系。就是配合学校的步调去做就好了。真的吗？比如茶叔就是现在下面有2000人，然后突然一个人说来，茶叔你现在上去就是没问题啊，给大家讲两句。我不但不会紧张，我会很兴奋。人越多我越兴奋，越嗨。但是当然是他要我上台讲我可以讲的东西，他不要我上台讲说，请你发表就职感言或什么的，就会当然你不晓得要说什么嘛。只要这个内容是我可以发挥我能力所及的，我完全不会紧张。对，但是可能有一些，对，我觉得这种我自己的松弛感是自然而然，可能是我的个性的影响。我觉得面对
人多与少我完全不会在意，那可能人多我反而会很兴奋，对，我就会我相信我可以表现得更好，因为我可以把我的想法跟我的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人，我反而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在当志愿者的时候，我都是当主持人的角色，在台上底下很多小朋友，可能是50-60个小朋友在底下，那我就觉得很自在，很有意思。包括有很多学生来找我吃饭，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你又不对那些学生不是很熟悉，但是我就觉得不会啊，跟他们吃饭我会很松弛，可以跟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生活，为什么来台湾，为什么找我，为什么学中文，我反而会呈现出更大的松弛感，我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对，我觉得松弛感是一个很适合我的词汇，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散漫很松弛，然后比较少有紧张的时刻。对，包括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也会用这个当做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尽量用松弛感去过活，不要有太多紧张的状况，就算有紧急的事情，反正事情都会发生嘛，你紧张也是解决，对，慢条斯理去解决它也是解决，那我不如就慢条斯理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解决它。对，这个是我追求的境界啊，我觉得。对，所以其实我记得这个松弛感最早的时候，它我记得有2个地方比较火。最开始松弛感出现的时候，是他们有一个人在机场看到一家5口，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对，然后后来好像没有瞎编的，我以为护照丢了还是怎么，就是护照有个护照或者什么东西忘带了。结果那一家展现的就是那个人写这个东西分享这个经验的人说，他们展现了非常高的这个松弛感，他们没有就是没有互相埋怨，没有互相埋怨，没有些人该回去怎么样，也有些人先走怎么样都 OK。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比较稀有的场景，因为很多人在家庭里头就特别容易有特别紧张的状态，互相责骂，互相指责，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这么把这个护照给丢了，怎么这个都忘了？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为什么就是最松弛感好像就从这里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人因为中国的这个家庭问题，因为东亚家庭问题就是这样，对，就是父母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就说你有些东西对没有做好，会给你这个容错率很低，所以很多人年轻人都感觉到哇，怎么有这样的家庭？这些父母怎么一点都不怪孩子？他们怎么这么松弛？出现问题也不怪罪对方，所以这很羡慕。然后这个引起了一定的共鸣，是从这里出来，后来慢慢的散发到很多地方。还有一个图，我之前看到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开车了，然后车撞了，什么撞栏杆上了，2个人下车第一件事情拿起手机自拍，就觉得可以纪念一下这个事情。对对，就觉得可能就是觉得面对人生的话，何必 why so serious？其实没有关系，对，那么就是以松弛的状态、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担心很多，想要很多，其实可能最终未必是我们能掌控的这种状态。反倒你轻松的这个状态面对它，可能也就是那个样子。担心也没用啊，因为你还是担心，你埋怨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感觉有一点比较持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个词汇，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向来都是这样，学习要有压力，对，然后要服从父母，尊敬师长，然后就是你面对老板、经理也要很唯唯诺诺的，然后面对家庭的压力，你也不得不去，你也不会放过自己，叹了口气，对你没有办法放过自己，我觉得。就是这个松弛感相对的也很讽刺的呈现出这个词很火，是因为没有松弛感，所以它才会变得很火。对，为什么它是今年的流行词？为什么流行词不是别的方面，是班味、松弛感？这个是真的体现出整个这个文化。我们民族性里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反而变成是我们崇尚的一个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然后是不是可以跳脱社会的限制跟眼光，对，我们松弛一点面对人生跟自己的工作，对，然后自己能不能这样的放过自己，饶过自己？我觉得很多之前看有些人就是去了东南亚或者去南美，他们就觉得那些地方人也没赚多少钱，但该下班的时候开开心心就开开心心，不像中国人一样，就是下班了也苦着脸，感觉很多压力，因为确实有很多压力就是放在你的肩头，没法放松。
就是那些地方人就有松弛感嘛。中国人其实确实骨子里就很难有松弛感，所以没有东西才越渴望，所以才这么热这个词。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明年能不能换一波跟压力没有关的这个的流行词，好扎心的词语。对啊，就是说你像有的人工作了大半辈子啊，他跑到巴厘岛去旅游，跟当地的人聊天，结果当地人就问他说：“你赚那么多钱是为了什么？”他说：“我就是赚那么多钱，就是希望到巴厘岛来旅游放松自己。”结果当地人说：“我每天都在这里啊，我也不用赚很多钱了。”我就可以享受这种生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是没有，有时候啦是没有意义的。对，你追求的东西其实对别人来讲，他现在就在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所以我倒觉得说松弛感有时候也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现在追求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切实际你需要的东西。所以更重要的是松弛感去面对人生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人生会更有意思，因为你不是用压力的眼光，不是用社会的目光来看待一件事情，或许你会更轻松更自在，然后更觉得人生有更多的开展性。对，我觉得我很喜欢松弛感，我这个人就很松弛。对，确实。反正我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你喜欢我就喜欢我，不喜欢我没关系，你去喜欢别人。对，你不喜欢我，你喜欢灿叔，喜欢变叔，为什么要拉仇呢？把你们拉下水。所以我个人是希望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最后问一下这个灿叔，茶叔，你觉得灿叔有松弛感吗？我肯定是没有。变叔是100%没有啦。对，灿叔我觉得他有一种心理拉扯了，极致拉扯，极限拉扯。对，就是好像我觉得灿叔想要松弛，对，灿叔想要松弛，但是他可能他有家庭，然后他希望事业闯出一个名堂来，那这个部分呢，他会把它拉起来。所以我觉得灿叔现在是在极致拉扯的阶段。对，灿叔外边给我是松弛感，但我觉得内心还是他有他的责任了，对，有责任去拉扯他的松弛感。所以这样就是说，我看起来和茶叔长得很像，外表的重就是很远看的时候，几乎是同一个人。很多同学说我们两个很像，分不清，傻分不清，真是的。发型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因为灿叔他是就是传统角色上的一些责任是必须负的，这种东西是拉紧我们松弛感的一个责任嘛。对，所以我觉得还有大环境啊，大环境也是那么卷，希望你达到这样的目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上的期待会把我们的松弛感拉紧。对，那我是属于比较不是那么主流的，因为我不想结婚嘛。然后我也没有说我要赚大钱嘛，所以我可以保持这种心态。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那所以我就享受这样的松弛感。但是相对的，可能我没有办法享受到一些传统社会的一些好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人选择。我们这边不是推广说那你就松弛吧，你就不要工作吧，我就什么都不要吧，抛家弃子这样，没有，就是说这是个人选择。或许你觉得紧张感会让你生活更充实，那你就选择这样的生活。当然，凡事有好有坏，就是你自己希望你的人生怎么过。所以像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带着松弛感度过，也符合我的个性，那这是我选择的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那只是说看你觉得怎么做，或者我们中文常常说中庸之道，或者我们要取得平衡。有时候是紧张感把你拉过头了，那你自己要适时的回头，把它均衡起来。对，这个很重要。是我的状态啊，我可能未来又要追求松弛感了，现在是紧张感，但还有就是人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责任。是你像我已经50岁了，我的责任就比较希望能够放松一点，然后比较无拘无束一点，知天命了。对，那你对这没那么厉害，就是那你们两位可能就是还是要就是努力赚钱的这个年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已经过了，所以可能我的松弛感就比较大，很松很迟的感觉，对，很赶，所以这个也跟每个年龄段的责任有关系，对啊 ，OK， 好。那希望今天的3个词语
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启发跟想法。给大家心灵的震撼。对，city 不 city，city 不 city 啊。其实这些词语都代表着背后时代的含义啦。对，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词语的意思而已啊。第二个是班味儿。Ben 叔的班味儿很重，很浓，不止我啦，大部分中国人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这个年龄段都散发着很浓厚的班味儿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松弛感，偶尔松弛一下无伤大雅，大家可以试试啊。好，那今天3位大叔就介绍3个2024年的网络常用语，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2025年尾再见。2025年就尾再总结。拜拜，拜拜。